哥，我们为何一定要与他们合作？若昨夜我们能够及时出手的话，那么宇哥也许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呀。你在质疑我？大哥做的决定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去告诉殿爷，我跟他们合作，仅限于帮助他们对付琅琊王。待我出关，一切自有定局。让他们最好别妄动。明白了，大哥。去吧。王爷，何副将求见。王爷，急报。说吧，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是不那么想让人听的急报了。雷将军出击南虚城的时候遭遇了伏击，后带领一支小队杀出了重围，如今正逃往落雷山，那里倒是驻扎着一些士兵。可若是男爵铁了心要围山，怕是没有援军吗？全部都被男爵的大军拖住了。他们此次倾巢而出，似乎是不计代价，只想斩杀我们的主将。落雷山，王爷，你去吧，把他救回来。如今天启城暗潮涌动，我怎么能在此时离开呢？我无妨的，天启城还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我，只是我恨，这一次我不能。王爷，姬若风去了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带着楚河去苗疆找龙火草和沉沙珠了。他在古籍里找到了线索，这两样东西一起服用，才能压制我体内的寒毒。我总觉得，似乎有人刻意调离你身边的人。星月姐姐，你如今每多说一句话，都有可能成为你此生的遗憾。可是王爷，在这世上，每个人都有我们绝对不能失去的东西，我有，你也有。当事情不可避免的发生之后，那就不顾一切吧。抱歉了，王爷。王爷，昨夜天启城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
苏沐雨和男爵刀鬼许流云大战，许流云被杀，而苏沐雨那边，那位出自药王谷的小神医白鹤怀似乎也遭到了不测。随后，苏沐雨大闹飞虎将军府，甚至连金无畏都动用。如今的鹤羽药庄也是人去楼空，其中具体缘由我还不清楚。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穆家穆青阳见过琅琊王和玄武使。坐下说吧。看来，王爷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。昨夜的事，连月跟我说了。神医他还活着啊，那便好。也不是很好。如今我们暗河的大家长正在闭关，一位家主身受重伤，一位家主又远在暗河，还有一位家主呢，打架也比较一般，那便是我。但现在又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需要几位守护使的相助。没有几位了，就这一位。什么事？倒霉催的，怎么偏偏是你这个祸害？血已经止住了。宇哥，你给师父用了护命的金不破。应该是的，是神医让我做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便晕了过去。很好，若是没有这金不破，此刻怕是神仙也难救。师父中的是刀伤，那股刀气还在他的体内，需要将那股刀气逼出来。穆家主，在，听我指挥，到时候一掌打在师父的百会穴上，记得别太用力，要用绵柔阴轨的内劲，不然就算师父活下来，他的脑门也会凹下去几分，他会气死的。明白，这个我擅长。赵岩，我需要做什么？宇哥，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也受了重伤，现在应当好好养伤。好，你且安心救他，不必管我。宇哥，怎么回事？神医外出巡诊，发现天启城有世家弟子似乎中了药染之毒，回来时遭人伏击，身受重伤，是我没能保护好神医。莫非是许流云？你怎知是他？京城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刀鬼许流云入了天启城，而且还和飞虎将军府有些来往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。他跑了？他已经死了。是飞虎将军府。看来长河最初的猜测没有错，还是大皇子骁勇所为。那个叶阳，很有可能也藏身在飞虎将军府。我们一直盯着飞虎将军府，想要追踪叶押的踪迹，但是他们总是故布疑阵，引得我们耗费大量精力去追踪，但是每次都是虚晃一枪。看来这刀鬼，就是在我们被调虎离山之时离开了将军府。我要去趟将军府。宇哥，你疯了！不必管我，你们好好守在此处。宇哥不可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疗伤。如果拖着重伤之躯去强行报仇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若不去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鹤羽药庄还能安全吗？如果我是他们，知道神医掌握了药人的秘密，那不惜一切代价也会杀死他。就算刀鬼已死，也会派出其他剩下的高手追杀到底。看来这鹤羽药庄很快就要高手云集了。我和青阳早些布下的阵法还在，外人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进来。如果现在把神医转移呢？去昌河闭关的那间密室。我虽不懂医术，但毒术和医术略有相通。神医他现在不能动，若再被人带着跑来跑去，体内真气乱窜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所以我必须要去。我要让他们
看到我的愤怒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告诉他们，白神医已经死了，所以你才会如此愤怒，不顾生死。好，宇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下来保护大家。宇哥，如今长河闭关，得多依靠你了。好，我和雪薇留在这里。宇哥放心。保重。他们来了。都退后！这是阵法。魑魅魍魉，小把戏罢了。我来破阵。我们会帮助琅琊王，将其势力彻底铲除。这是我们能做的。不知这个条件是否足够？唐灵皇是我们的好友，也是连月的大师兄，他的生死于我们而言自然很重要。若是苏家主能够帮助我们一同救出唐师兄，解开他身上的药人之毒，自然是大恩一件。至于你说的，想借我之光芒照亮暗河之路，是我琅琊王萧若风的荣幸。我相信，诸位可以给江湖带来一个全新的暗河。不错不错，有了个不错的结局。这不是结局，只是开始。等暗河终于被世人所认可之后，穆家主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想做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家主之位传给雨墨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撂摊子不干了。我的责任就是带领我们穆家弟子行走在光明之中。很显然，我已经做到了。至于接下来应该怎么走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我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望城山见一见我最崇拜的玄剑仙，吃一颗他亲手种下的桃子，然后留在望城山修仙做术士。唉，也曾那么想过，但是应当不会吧？为何不会啊？因为修仙要断情绝爱，而我不行。我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哇！穆家的上一辈，在暗河之中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鬼，怎么到了你这一辈，满脑子都是儿女之情？大家长，你手怎么这么冰凉？哇，你什么时候练的寒冰掌啊？练你娘！成河，
我要付。师傅，你确定这个药给昌河大哥喝了，不会七窍流血啊？这也太补了，全都是治阳治裂之药啊！无妨，苏昌河的身体啊，扛得住。好。又冷又热，怎会如此啊？这是什么？昌河大哥，师傅让你把这个喝了。我不喝，这看起来是人喝的吗？我喝过了，看着黑，喝着甜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，所以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止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
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父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杰不认同这样的江湖，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杰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杰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父把它传给了你。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师父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只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可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雨烟，
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。刘姐，哎，来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，江师弟？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杰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。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小四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小四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四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刘姐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，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要，真不要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早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洛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洛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歇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了。
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哦，多谢姑娘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又何难？司空千洛不是认识她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啊，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，秋色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洛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洛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杀不见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啊，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姑娘，你是谁啊？远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奈何一年相逢，一年离别，难渡一生劫。风花雪月，路过前世今生缘。一段风月，一支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不寿，与谁诉离别？一生所念半生缘，天不老，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你在等我阑珊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贴了2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吧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坐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。再过半个时辰，
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镇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，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。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。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这桃子。让你吃个屁！剑起！我的重剑怎么了？我就说你是个姑娘吧。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